拥有行驶在地面最长的交通工具列车，有着封闭和长时间运作的特征属性，在这里面可以发生很多故事，因此作为列车题材的电影也数不胜数。你们看过的都有哪些关于列车的影视作品？是有着严谨逻辑、抽丝剥茧的探案火车怪客或东方列车谋杀案，还是有着科幻折色的雪国列车，亦或是爽感十足的釜山行等等？在国内，《天下无贼》也是发生在列车上的故事，其中的主演是刘德华和张涵予，这不巧了吗？他们在阔别将近20年后再次携手大荧幕，还是讲述列车上紧张刺激的故事。这部电影就是今天要聊的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影片由犯罪动作片专业户导演邱礼涛执导，刘德华联合监制并特别演出，张涵予、黄轩和文咏珊领衔主演，是中秋国庆唯一的犯罪动作大片。看过拆弹专家系列的大伙伴应该对邱礼涛拍摄这类爽爆过瘾的犯罪动作片不陌生了。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编剧陈大明和主创刘德华在90年代初就身在俄罗斯的一生亲身经历，保证还原了当时的不少细节。影片大概讲述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大批中国倒耶乘坐 K3 中俄国际列车，靠着倒卖商品赚取高额利润。而以黄轩饰演的苗青山为首的悍匪集团也看到了商机，对 K3 列车的商人进行洗劫。这一连串的抢劫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并秘密派出张涵予饰演的崔振海带领小队去抓捕劫匪。在抓捕过程中，另一个由刘德华饰演的俄罗斯大拿瓦西里的故事浮出水面。瓦西里和苗青山早前作为师徒关系不简单，所以办案程度比警方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一场前所未有的跨境追捕正在上演。先说影片给我最直观的观感，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作为犯罪动作类型片，在制作上是完全按照现今一线电影工业级别投入打造，不少爆破场景是玩真的。如果大家看过邱礼涛的拆弹专家系列就懂了，在动作爆炸设计上，邱礼涛总能玩出各色花活，炸你没商量。这次邱礼涛有了更为娴熟的导演执行力，想象力更为大胆，建立的人设更为复杂，最重要的动作戏份紧张刺激，影片节奏把握到位，一气呵成，文戏自然流露，引导角色做出该有的反应和行动再配合引发的事件带出相应的动作场面。比如在张涵予和黄轩警匪的猫鼠游戏之间做足戏码，剑拔弩张。仅仅那场音乐会的戏就让警方知道他们追捕的对象并不是一介莽夫，而是有着文雅气质和深思熟虑却又有着重度暴力倾向的狠角色。由黄轩饰演的苗青山温文儒雅的打扮下却藏着一颗变态残忍的内心，主打的就是一个外貌协会反差感，表现相当出彩。还有文咏珊饰演的珍珍，作为苗青山的弟弟苗子文的女友，在团伙中是一抹亮色的存在。她靠着精致的妆容和曼妙动人的形象，在列车做彩盘女郎，上演着一出出蛇蝎美人计，用美艳姿色让爱炫富的倒爷鱼儿上钩。影片给我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复古且充满怀旧记忆的90年代感，都在片中得到精湛的还原。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只要手里拿着一台大哥大，腰间别着一台柯基，那就是身份的象征，再加上走一个六亲不认的步伐，那妥妥的大佬了。那也是很考究，男性西装和外套都要普遍偏大，或者一条牛仔裤再加一件有领皮衣上身，更是注入灵魂。女性发型大波浪，嘴涂大红唇，鲜艳色系的主打外套，垫肩绝对是点睛之笔，还有大装饰性的耳环项链，都是当年的时尚 icon。而在这样的生猛年代野蛮生长的大环境下，如何在路途中把自己的钱藏好，那可就太真实了，是一门实打实的生存技巧。这些细节都在影片中细腻还原当年的社会风貌，让观众瞬间穿越沉浸回到30年前的那场惊险的莫斯科行动。要想去点评更深入的剧情和角色，就不得不展开影片的故事背景线。和前面举例的列车题材不一样，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是根据著名的真实事件改编，有着厚重历史的创作源头，这就不得不聊下影片剧情中的真实背景。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内最早的国际列车专线 K3， 在1959年就开通。该列车从北京出发，途经蒙古，最后抵达俄罗斯，横贯欧亚大陆。在今天，该车依然行驶运作，是作为喜欢坐列车旅游的观光客最好的选择。沿途可以欣赏路途美景，来一次心旷神怡的慢旅游。不过 K3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却成为了一趟特殊的中外私下贸易专线列车，发生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情。在当时苏联刚刚解体，造成了社会动荡和卢布大贬值，经济大衰退。作为没怎么发展轻工业的俄罗斯，遭受了严重的相关资源短缺。反观中国这边，刚经历改革开放10多年，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国产小商品丰富且饱和。就在这样的经济和供需差异环境以及不太完善的国际贸易体系背景下，有一波较
叫国际倒爷的群体悄然形成。这些人会先从国内进一批货，大到钟表、大衣鞋帽，小到针线、火柴盒，只要能拿到俄罗斯，那都是被秒抢的，而且价格被翻个5、6、7、8倍，照样是抢手货。作为当时唯一能进出往返并能实现带货的 K3 列车，就成为倒爷做生意的完美交通工具。不少倒爷每次去倒卖一批商品，一夜之间就能赚取万元利润。在当时，万元户那可是妥妥的有钱人。不过哪里有资本流油的地方，就有更黑暗的野蛮掠夺者。不少倒爷在一夜暴富后，就把刚赚的钱在俄罗斯赌个精光，而且这样的倒买倒卖也是挺辛苦的，那何不直接抢来的干脆高效？在当时 K3 中俄跨境列车存在着一个 bug， 也就是列车乘警只能在本国境内执法，并且按照俄罗斯法律，中方警察也不能未经允许进入俄罗斯。于是 K3 列车的乘务警到了中国边境就得下车，就这样长达6天5夜的 K3 就成了劫匪们的法外天堂专列。类似这样的列车抢劫事件，在1993年5月26日达到最高潮，最为严重，日后史称为 K3 中俄列车大劫案。当天那趟 K3 列车先后遭到了4波不同劫匪团伙抢劫，不少女性还遭受了侵犯。事情发生后，影响极大，性质极其恶劣，中央直接下达指令要抓拿这些无恶不赦的抢劫团伙。这次抓拿行动分为2条线，一条明线中国和俄罗斯警察之间的国际合作，在俄罗斯境内抓拿罪犯，但跨国合作手续繁琐复杂，时间周期很长，很容易让劫匪钻到空档跑路。于是另一条暗线则是派9名中国警察悄悄潜入俄罗斯去抓拿劫匪。于是中国警方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跨国抓捕行动，这就是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的故事创作大背景。由于真实事件是一连串非连续性的案件组成，时间周期拉得很长，涉案人员众多，涉及了好几波非关联的悍匪团伙，所以电影中的人物设置都是取材于真实案件，比如苗青山、崔振海等都是当年正反两派凝聚在影片中的代表人物。邱礼涛导演有个拿手活，就是能在复杂案件剧情中去深入刻画角色内心的矛盾冲突。比如刘德华饰演的瓦西里，早年间已经在莫斯科手眼通天，几乎无所不能，靠着在沙头挖掘一条连接深港的下水通道，走私谋取暴利发家致富。但瓦西里的内心一直想要做一名好人。无间道刘建明来串戏了，有没有？这也无形中造成了瓦西里的徒弟苗青山很是不爽。在他们对谈的一场戏中，话中有话也凸显了两人之间暗流涌动的特殊关系。苗青山问瓦西里最近生意如何，瓦西里说客户怕抢劫不敢来，而抢劫瓦西里客户的人就是苗青山的团伙，黑吃黑吃黑，多方势力周旋，尔虞我诈在所难免。而瓦西里神秘的女儿则成为了他们师徒之间被迫联手以及瓦西里和警方沟通的关键桥梁和线索，从中也增加了影片的悬疑感和反转力度。崔振海和苗青山之间的对立，苗青山和瓦西里的恩恩怨怨，还有苗子文和真真之间相爱相杀的爱恋等等，在不断叠加的戏剧张力冲突中汇聚成一个决战时刻。